官宣回应定居才刚满24小时，哈里梅根就被王室核心圈用一场没有他们席位的闭门峰会，彻底定死了局外人的位置。人还在加州收拾行李，孩子学籍刚办妥，巴尔穆勒尔城堡的家庭聚会名单就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威廉·凯特带着3个孩子，安妮长公主、爱德华王子一家，扎拉夫妇全员到齐，该来的核心成员一个不少，唯独没有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位置。很多人只当这是王室1年1度的夏日避暑，可但凡看看到场人严肃的神情、闭门磋商的架势就懂，这哪里是休闲度假，分明是一场针对苏塞克斯回归的防御部署会。外媒直接给他起了个名字：苏塞克斯家庭峰会。没有欢迎致辞，没有团员表态，甚至连一句官方回应都没有。王室只用一张缺了2个人的全家福，就把态度摆得明明白白，想回来住可以，想蹭核心圈的特权，门都没有。关于这场回迁的前因，早有铺垫，却处处透着算计。8月20号，哈里方通过英媒放风全家8月底迁回常住。阿奇和莉莉贝特的学籍早已悄悄落定，伦敦郊外私宅、加州豪宅、葡萄牙度假别墅3处房产全部保留，摆明了2头站位，随时切换的骑墙姿态。更耐人寻味的是信息差，查尔斯直到官宣前3天才接到通知。7月，海格罗夫的下午茶上哈里半句未提，吃完亲情茶转头就单方面官宣。同一天，他还现身阿灵顿公墓献花参会，用正能量公益行程对冲舆论争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玩法早就轻车熟路。这场峰会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查尔斯自始至终没站到台前。很多人以为查尔斯心软，肯定会偷偷给小儿子开绿灯，可这次他的操作比6年前没拖时老辣得多。他既没公开说欢迎，也没明确说反对，而是把安妮长公主推了出来，奉国王之命亲自下场，分别给威廉和哈里递了严厉警告。为什么是安妮？这步棋走得太有讲究了。安妮长公主是什么人？王室公认的劳模，一辈子勤勤恳恳干公务，1年跑几百场活动，民众支持率常年排前3，是整个王室里最没争议、最说得起硬话的人。她既是哈里的亲姑姑，是长辈，又是王室制度的坚定守护者，最看不上光拿好处不干活的人。由她出面传话，分量完全不一样。对威廉，她的态度很明确，你是未来的国王，稳住阵脚，别被弟弟的突然回归带乱节奏，制度底线不能松。对哈里，话就没那么好听了，回来住可以，加州那套流量玩法别带进王宫，更别想拿王室隐私换钱，6年前定好的规矩改不了。查尔斯这招教借长辈之口，传决绝之意。他太清楚自己的小儿子了，只要自己开口说半句重话，转头就能被哈里包装成父亲冷酷无情的素材，剪进纪录片，写进书里卖钱。可安妮不一样，哈里就算再叛逆，也不敢公开跟姑姑翻脸，翻脸就是不尊重长辈，就是跟整个王室最勤勉的人作对，舆论上先输一截。用一个最难被骂的人，传递最难听的话，自己躲在后面留着父子情面，进可攻退可守。查尔斯当了一辈子王储，别的没学会，平衡术早就玩得炉火纯青。而这场闭门峰会最终达成的共识，更是把哈里的所有念想掐得死死的。全程没有记者，没有书面决议，全是家庭内部口头沟通，可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红线，绝不恢复哈里梅根的在职王室成员身份，不会提供任何王室宅邸，早就收回的弗洛格穆尔小屋想都别想，没有所谓的办公职办私人折中方案。2020年桑德林厄姆协议的框架半分不动，安保费用全部自负，绝对不动纳税人1分钱。核心原则只有一条，优先维护威廉作为未来君主的制度地位，绝不动摇。王室这边刚划完线，英国首相紧跟着补了一刀，公开表态哈里夫妇的安保问题是他们的私人责任，跟政府没关系。王室制度层面封死，国家层面补刀，双重保险下来，哈里心心念念的公费安保彻底成了泡影。这就好比离职6年的老员工突然说要搬回公司附近住，还想蹭员工福利进核心会议，以为老板念旧情会松口，结果管理层直接开了一下午会，把所有权限全锁死了，连团建名单都没加他。老板全程没露面，
让资历最老的总监带话，规矩照旧，福利别想，体面留着，别自找没趣。很多人觉得哈利回来，王室多少会念着血脉情分给他留个位置，可现实是，温莎家族的新鲜血液早就补上来了，靠谱的年轻后备力量一抓一大把，根本不差他这一个随时会炸的定时炸弹。这次巴尔莫勒尔聚会，爱德华王子的一双儿女路易斯温莎女勋爵和威塞克斯伯爵詹姆斯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对姐弟就是王室未来的秘密武器。22岁的路易斯刚从圣安德鲁斯大学毕业，跟威廉·凯特一样，在苏格兰的校园里认识了男友费利克斯·达席尔瓦·克兰普，感情稳定到已经被纳入王室核心圈子。毕业典礼上，男友坐在前排为她鼓掌，王室社交媒体主动放出同框合影，甚至陪她参加格利布庄园的马车驾驶比赛，等于默认了这段关系的正式性。他继承了祖父菲利普亲王对马车驾驶的热爱，新手组比赛就拿了第4名，性格沉稳低调。去年坐火车没买到座，直接盘腿坐在地板上赶论文喝茶，被乘客拍下来全网夸接地气，民众好感度一路飙升。18岁的詹姆斯更是一股清流，明明按法律规定，作为女王的嫡孙，他完全有资格使用王子和殿下的头衔，可他和姐姐一样，主动选择了低调。18岁成年后也没有启用 HRH 尊称。今年 A-Level 考试结束，他确认入读皇家农业大学，攻读乡村土地与地产管理专业，整个夏天都泡在桑德林厄姆的农场里干活，跟着查尔斯学园艺和农场管理，皮肤晒得黝黑，半点王子架子都没有。白金汉宫官宣他入学的通知里，全程只称他为威塞克斯伯爵，连王子2个字都没提，信号非常明确，靠本事吃饭，不靠头衔镀金。爱德华和索菲从小就给2个孩子灌输要自己工作谋生的观念，不允许他们靠王室身份躺平。姐弟俩也确实争气，没有任何绯闻，不蹭任何流量，安安静静读书生活，需要王室站台的时候就站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过自己的小日子。王室作家菲尔·丹皮尔直接评价，这对姐弟讨喜、聪明、接地气，是王室最需要的新鲜血液。现在王室的履职压力有多大？查尔斯身体不好，抗癌治疗占用了大量精力，卡米拉明年就满80岁，能分担的公务越来越有限。安妮公主已经76岁，还在一年跑200多场活动硬撑，核心担子几乎全压在威廉·凯特身上。乔治、夏洛特、路易3个孩子还小，至少还要10年才能正式分担公务，中间这段过渡期正好需要路易斯和詹姆斯这样靠谱的年轻人补位。人家放着现成的、听话的、没绯闻的自己人不用，凭什么要招一个天天爆黑料、拿王室隐私换钱的定时炸弹回来？更讽刺的是，哈利总觉得自己是特殊的备胎，是王室不可或缺的第2顺位，可实际上他的顺位早就一降再降，现在连前10都排不到核心位置。威廉有3个孩子，王位传承线稳稳当当，从查尔斯到威廉再到乔治，主线清晰的不能再清晰。别说哈利自己，就算是他的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在继承序列里也早就边缘化，根本影响不了大局。他当年赌气出走，以为自己走了王室会乱会缺人，结果6年过去，王室运转的好好的，甚至人员结构更清爽，口碑更稳。反倒是他自己离开了王室的平台，流量和商业价值一路跳水，混到要回头蹭饭吃的地步。说白了，不是王室离不开他，是他离不开王室的头衔红利。如果说查尔斯的态度还留着几分父子情面，威廉这边就是彻彻底底的战备状态。据王室内部人士透露，威廉得知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震怒，他气的从来不是弟弟搬回英国住，是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是对方又一次先斩后奏的逼宫，是明摆着要钻制度空子的算计。很多人觉得威廉小气，连亲弟弟都容不下，可你要是知道哈利这些年做过什么，就懂这份愤怒从何而来。备胎自传里，哈利把兄弟间最私密的争吵公之于众，说威廉把他推倒撞在狗尸碗上。网飞纪录片里，夫妻俩含沙射影，暗指凯特种族歧视，议论阿奇的肤色。奥普拉专访上，梅根哭着说王室容不下他，把凯特塑造成刻薄嫂子。一笔笔账，
全是往威廉和凯特心上捅的刀子。最让威廉寒心的是兄弟间的秘密暗号，他们小时候约定，要是关系陷入绝境，就用这个暗号求和。后来威廉主动用了暗号，说只希望哈里能幸福，结果哈里当场回绝，根本不信他的诚意，连亲兄弟之间的信任都能拿出来公开消费，换谁能不寒心？更离谱的是，哈里心里居然还藏着半个国王的妄想，他总觉得自己和威廉都是戴安娜的儿子，凭什么威廉能当国王，他就只能当备胎？他甚至想过说服威廉，说这是母亲的心愿，兄弟俩一起掌权，共同决策。这种荒唐的念头，在威廉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威廉是英国历史上准备最充分的未来国王之一，他从出生起就接受王储教育，一辈子都在为这个身份做准备，怎么可能容许一个退出公职，靠爆王室黑料赚钱的人来分走王权的半分重量？所以他的反击快、准、狠，没有半分拖泥带水。第一时间召集法律团队密集开会，从法律层面一条条划清哈里回归后的身份边界，非在职王室成员不得使用任何王室公共资源，不得以王室名义进行任何商业背书，所有私人活动不得与王室身份绑定，连安保费用、信息保密、会面规则都写得明明白白，半分模糊空间都不留。信息保密更是直接升级到最高等级，王室内部下发正式通知，所有涉及国王健康、王室财务、核心公务的涉密信息，一律对哈里团队屏蔽，连2级传阅权限都没有。以后就算有私人家庭会面，也必须有第三方工作人员在场，所有人统一存放电子设备，全程禁止任何形式的录音录像，会面内容统一口径，禁止单方面对外放料，就是防着转头又把谈话内容剪成爆料素材，写进自传续集卖钱。威廉心里早就有一套完整的精简王室改革方案，已经筹备了3年，核心逻辑就是8个字：权责匹配，不履职就无头衔。安德鲁就是这套方案的第一个试点，先剥夺殿下尊称，再取消所有王室公务资格，最后移出官方王室网站核心成员序列，整套流程平稳落地，民众支持率超70%。哈里的苏塞克斯公爵头衔早就在他的改革清单上，而且是优先级最高的第2批。方案分3步走，第1步，继位后正式收回2人的殿下尊称，官方文件、公开场合全面禁用，任何商业宣传不许打 HRH 旗号。第2步，将阿奇和莉莉贝特的王子公主头衔限定为家族内部称谓，王室官方名录直接移除，不再享有任何官方礼遇和津贴。第3步，如果哈里继续用头衔商业牟利，就推动议会修改1917年专利特许状，彻底剥夺苏塞克斯公爵的世袭爵位，连空壳头衔都不给留。他不是针对哈里个人，是针对所有破坏王室规则的人。君主制的根基就是权责对等，不履职就不配享有特权，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最新的 YouGov 民调也站在威廉这边，82%的英国民众反对用公费给哈里夫妇配安保，76%的受访者支持取消非在职王室成员的头衔待遇，民意基础早就打好了。很多网友心疼凯特，说他刚抗癌康复，又要被哈里梅根的事消耗，这点威廉比谁都清楚，他早就跟团队打过招呼，绝不让这些烦心事打扰凯特和3个孩子。整个8月，凯特的公务排得满满当当，探医院、做慈善、带孩子参加活动，全是实打实的正向内容，用实际把流量闹剧的热度压得干干净净。威廉要守护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王位，是整个君主制的规则底线，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是一代代人攒下来的公众信任，这些东西半分都不能让。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明知道回来会被冷遇，明知道威廉态度强硬，哈里梅根为什么非要往回凑？真的是想家了，想让孩子认祖归宗。只能说，你把王室的亲情想得太简单了。要是在加州混得风生水起，他们这辈子都不会想着回来。说白了，就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想起王室这棵摇钱树。这2年他俩在美国的处境，只能用墙倒众人推来形容。商业上，网飞合约到期不续，重点节目直接被砍， Spotify 播客做了1季就黄了，平台高管暗讽他们光拿钱不干活。
梅根的自有品牌 S-Ever 压了65万件，库存卖不动，07食品线亏了几百万美元。哈里打输了跟每日邮报的官司，3450万英镑的诉讼费砸下来，保险赔完自己还要掏3000多万。戴安娜留下的信托基金早就耗得所剩无几，社交圈更是凉得彻底。当年刚去美国时，奥普拉、贝克汉姆夫妇、卡戴珊家族都抢着跟他们打交道，名流派对邀请函堆成山。可几年下来，大家发现他俩除了王室八卦没别的干货，还总惹争议，纷纷悄悄划清界限。安娜·温图尔直接公开表示讨厌他，时尚圈的门彻底关上。卡戴珊家族因为删照片事件翻脸，私人派对再也不邀请他们，连奥巴马夫妇都跟他们保持距离。NBA 全明星赛零做全程零交流，连个眼神都没给。最近更夸张，连玛莎·斯图尔特、大卫·福斯特这些老熟人都跟他们撇清关系。杰米·克恩立马的播客聊自恋狂话题，连梅根的生日祝福都懒得送。好莱坞的圈子最现实，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上流社会的门早就悄悄对他们关上了。走投无路之下，才想起回英国这步棋。可回来真的是为了尽孝吗？当然不是，他们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第一层，抢查尔斯的健康窗口期。查尔斯现在抗癌治疗，身体时好时坏，哈里心里清楚，父亲在位，他还能凭着父子情分争取点优待，能分一笔像样的遗产，还能给2个孩子单独留成长信托。等威廉继位，别说遗产，连头上的公爵头衔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现在赶回来刷存在感，就是赶在权力交接之前多捞一点筹码。第二层，蹭身份红利省成本。住在英国本土，顶着公爵夫人的名头，梅根的品牌溢价直接上一个台阶，谈英国商超合作，找本土网红带货都方便太多。要是运气好，能蹭上几次王室家庭活动，随便拍几张照片就能当宣传素材用，比花钱打广告效果好10倍。真能混上公费安保，一年直接省300多万美元的开支，怎么算都不亏。第三层，想搞影子宫廷分流权威，住在英国却不履职，时间长了慢慢经营自己的人脉场和舆论圈，自己接慈善活动，办私人晚宴，发通稿，慢慢模糊官方和私人的边界，让普通民众误以为他们还是核心王室成员。当年爱德华8世退位都知道远走法国避嫌，哈里却想靠着2头钻空子，另立一个小朝廷。至于孩子的学籍，不过是他们逼宫的筹码。把孩子安顿在英国上学，总不能不让爷爷见孙子吧？总不能连家庭活动都不邀请吧？用孩子的教育绑架亲情，用长期定居倒逼王室妥协，这套玩法他们早就轻车熟路了。只可惜，他们算准了查尔斯心软，却没算准王室的集体意志。他们以为先斩后奏能打王室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人家早就备好预案，连开会都不用多商量，直接把所有红线划得明明白白。以前在加州还能嘴硬说自己主动远离王室，现在回了英国，就是明明白白想凑凑不上，被晾在圈子外面，比不回来还难堪。靠血缘撬不动制度根基，靠投机换不来长久尊荣。你选择了自由和商业，就别再惦记王室的特权与光环，你砸碎了信任和体面，就别指望一句我回来了就能翻篇。查尔斯的心软，留得住一时的情面，留不住长久的特权。威廉的底线，守得住制度的根基，守不住破碎的亲情。这场打着亲情旗号的回归，说到底不过是走投无路的战略撤退，是算尽得失的功利投机。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别忘记订阅，我们下期再见。